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宠物争霸。前两天呢，我发了一个解答黑粉疑惑的一个视频啊，然后当时我说的时间比较久，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大堆，然后可能没说到重点，有些粉丝呢可能完全没理解啊，然后他提出了5点问题啊，那今天再跟大家解释一下。他说的第一个问题呢是金丝熊怀孕时间貌似没有2个月，甚至1个月时间都没到。这个呢，我们家金丝熊一共有3只，一只公的虎纹，2只母的，一只是全身金色的，还有一只呢是金色的带一点白色的啊，这2只不是同一只熊，那这个问题应该清楚了吧？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土怎么确定无菌安全呢？也是从外面挖回来的。花枝鼠的呼吸道比较敏感，希望我清洁的频率高一点。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土啊，我们这个土啊是从山上挖来的，里面是没有杂质的。这种土呢，一看就知道是比较干净的。然后那种脏的土呢，你比如说从垃圾场旁边挖的土，肯定是不干净的，是不是啊？可能带有很多的致病菌。还有呢，就是小区楼下，比如说人家经常遛狗啊，在里面拉了大便、尿啊，那种可能会携带狂犬病毒，是不是啊？那种土是不安全的。你从山上去挖，就是挖那种从来没有被挖开的土，那种干净的土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用鼻子也能闻出来，就是土的清香啊，没有什么杂质的，这种土是干净的，里面的细菌啊都是对生物是无害的，可以放心使用的啊。还有他说的是花枝鼠呼吸道问题啊，我们家里的这3只花枝鼠啊，我养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呼吸道疾病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呼吸道疾病。直到后来我是为了培育优良花枝鼠啊，从外面引进了2只公的花枝鼠，一只是小草，还有一只是泰罗啊。小草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了呼吸道问题，可能是我朋友他们家用木屑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啊，就是很容易产生呼吸道疾病。那只鼠来的时候就有呼吸道问题，我在家里天天喂药，喂了半个月左右，它的这个疾病完全康复了。然后我们的泰罗呢，现在还有点问题啊，所以说呢，直到这2只鼠到我们家里来以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呼吸道疾病。我们家这鼠之前用土养，从来没出现过呼吸道疾病这个问题，好吧？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吧？然后第3个他说的是鼠子是领养的吗？看过不少人的评论都是买的而不是领养的，而且买了很小就有怀孕的母鼠啊。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们鼠子最开始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免费领养的，而且是同城免费领养的。但是啊，领养了之后呢，他没过多久给我发微信问我啊，说他们家的鼠子快死了，奄奄一息了。他发给我视频的时候，我当时就非常生气啊。他们其实跟老鼠的形态是很相似的，他们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。你说连花枝鼠都养不活，而且它那个手都断了，一看就不是自然死亡，肯定是你没上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后来就是仔细思考了一下啊，免费领养的你不会好好对待它们，所以呢，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的花枝鼠啊或者仓鼠啊之类的就不会再让人家免费领养了。你如果养一个宠物啊，不愿意在它身上花1分钱的，你绝对不会好好对待它。还有就是说很小就有怀孕的母鼠啊，那我们当时是想培育优良花枝鼠的嘛，然后小花还有小花的三个崽崽啊养在一起的。养在这口缸里的，里面还有一只小草。当时我可能也没注意，那段时间的话，我正在就是在外面找房子嘛，我们打算要换一个大点的家，当时也没太注意。后面就是我找到房子之后，感觉我们家的鼠子太多了，然后能出的出点掉。粉丝到手了之后呢，发现怀孕了，这个事情我当时是真的是没注意啊。然后就是第4个问题啊，他说侏儒鼠的地域意识很强，是不适合合笼的品种，貌似合笼会造成仓鼠受伤，然后受伤了不打算去宠物医院。受伤，我们家的鼠子从来没受过伤啊。这是我最早之前，我当时开始养仓鼠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小白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养了这么多鼠以后，有了很多的经验啊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我当时的那个鼠子为什么会就是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是4脚朝天死亡的状况。它那个状况可能就是不好基因之间仓鼠结合之后产生的基因缺陷，会导致它们肾衰竭。肾衰竭了之后呢，它们的尿液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然后体质也是越来越弱，后来就慢慢的死亡。还有说我为什么不送到医院去呢？哪一家宠物医院能治仓鼠的？有点常识都知道吧，医院里面能治猫狗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动物，你说仓鼠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送到医院里它怎么治疗？根本就没法治疗的，是不是？现在的医院啊，我们人的医院都怎么说呢？有点不靠谱啊。我们这边县城啊，出现了很多的医疗事故啊，所以我本身就是对医院信任度不是特别的高啊。再加上仓鼠有这么小的东西，你送到医院去，人家肯定不会搭理你的，对不对？
然后第5个问题，在猫不确认会不会对鼠发出攻击的情况下，选择了先拍视频，再把跳进鼠笼的猫拿出来。这个问题，我们养了这么久的猫啊，我们家这猫啊，我们对它的性情了如指掌。我之前视频也看到过了吧？它被我们家的兔子揍，被我们家的2只仓鼠揍，它的胆子是非常的小。我们是完全有把握的情况下，它是不会攻击我们的家的老鼠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平时的时候也都在观察的，它对老鼠是一点伤害都没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子做的，好不好？完全有把握的，好吧？我看了一下评论啊，有一些网友的发言还是非常专业的，感觉他们的知识储量还是非常丰富的，我很佩服他们啊。真的是藏龙卧虎啊，讲得非常好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些评论啊，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和建议。养宠物本来就是给自身带来一些乐趣的啊，不要让这个养宠物给你带来太大的压力，要用正确的观念去养宠物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